男人一头扎进清澈的海底，海底的世界有一种特别的美，这里的风景能让人瞬间忘记生活中的所有烦恼。好奇的魔鬼鱼见到未知的生物也前来观看，美丽的海底龙宫让许多人怦然心动，犹如置身于一处绚烂多彩却又与世隔绝的鬼一般的幻境。成群鲨鱼在岸边互相竞食，男人随意将鱼叉甩出去，就能狩猎到鲨鱼。鲨鱼的鱼刺事先被割了下来，鲨鱼的肉质也被他们解剖来吃。孤男寡女在荒岛里求生，这样的生活你是否向往？一大早起来，尼克就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赶海。岛屿长满了椰子树，细软的沙滩，清澈的海水是情侣度假的好地方。为了能在岛屿里生存下来，他们不得不在海里寻找食物。淡水的来源全靠椰子树掉落下来的椰子。在岸边上还发现了大量的珊瑚礁化石，还在附近发现一只螃蟹躲藏在礁石的缝隙里。将石头翻开，还有意外的惊喜，不过还没反应过来，石头下方的海鳗早已经逃之夭夭。在礁石坑中休息的海鳗也被吓得慌忙逃窜。海鳗为了填饱肚子，连螃蟹也是他掠食的对象。尼克却躲在树荫下准备他狩猎的工具。尼克的女朋友也尝试了一下鱼叉的效果，在海边行走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只大海龟，海龟只好缓慢地游开此地。为了狩猎到食物，鱼叉只能交给尼克，甩出去的鱼叉并没有收获。为了欣赏这里的风景，只能通过无人机进行航拍。发现了一处美丽的海景，拿着鱼叉游到了附近的海域。尼克为了欣赏这里的海底美景，直接一头扎进海底。清澈的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如同碧绿的宝石，海底非常的宁静，鱼儿也能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的余生。随着尼克不断地沉下水，深蓝色的海水让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前方一条未知的生物向尼克游来，吓得尼克连忙俯下身子，原来是一条魔鬼鱼。这里的风景能瞬间让你心旷神怡，体型庞大的魔鬼鱼反而对人类这种生物感到好奇。魔鬼鱼的妖娆身姿也让尼克流连忘返，海鲜们也自由自在地游荡。两条魔鬼鱼围绕着尼克身边打量一番，尼克也躺下身体感受这里不一样的风景。为了换气，不得不浮出水面。看到尼克游开，魔鬼鱼也重新返回原地。浮出水面后，两人非常感叹刚才的经历，海底的美景也让他们流连忘返。当然还有较大的鲨鱼在附近寻食觅食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尼克只好再次潜下水用鱼叉猎鱼。珊瑚礁的鱼类资源还是挺丰富的，但不是你想狩猎就能狩猎到的。珊瑚礁成为小鱼小虾天然的庇护所。为了狩猎到鱼货，尼克的女朋友也不甘示弱，拿着鱼叉就直接潜下水，只能依附在礁石处观察鱼类所在。鱼叉的动能全靠橡皮筋的回弹力。为了快速获得鱼货，两人只好分头行事，连鲨鱼也在附近虎视眈眈。经过两人的狩猎，还是一无所获，只好回到岸上调整。海岸边的风景也是非常让人向往。为了不饿肚子，必须寻找到食物。尼克打起了海岸边小鲨鱼的主意。在他们一轮的查看下，终于锁定了海边的一条小鲨鱼。尼克立马将手上的鱼叉甩了出去，很明显鱼叉已经狩猎到了鲨鱼。这一命中也让他们非常的兴奋，感受到疼痛的鲨鱼也不断的挣扎。经过他们人道主义的处理，小鲨鱼安详的被尼克欣赏一番。饥饿的他们迫不及待地将小鲨鱼给解剖了。鲨鱼的鱼刺事先被割了下来，处理好鱼刺后，剩下的肉就是他们的晚餐。作为海洋中的霸主，万万也没想到竟然被人类给吃了。回到营地后就准备好柴火，干枯的椰子壳便是起火的好材料。用礁石围成的火坑成为他们的炉灶，在附近捡了大量的枯木，准备好干草木柴后就开始起火。他们俩也从来没吃过鲨鱼肉，为了不饿肚子，今天他们破例将一条鲨鱼煮来吃。等待木材烧成炭时，还准备了2只椰子。尼克也开始将鲨鱼解剖下来，解剖下来的鲨鱼肉还要去皮处理，鱼肉也被切成了好几大块。这一锅鲨鱼肉也足够他们今晚填饱肚子。有了食物，也要解决水的问题。椰子水成为他们淡水的主要来源。一把82年的大砍刀是剥开椰子壳的主要工具。撬开椰子壳后，甘甜可口的椰子水便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。用椰子水煮鲨鱼肉也是头一次见。简单处理好火坑中的木炭后，就直接把锅往火坑里放。这种鲨鱼叫礁鲨，鲨鱼的肉质有一种独特的气味。通过甘甜可口椰子汁的烹饪，会形成一道不一样的美食。当然，椰子汁也可以解决他们的口渴问题。在高温的炙烤下，散发出来的香味向周围溢散开来。在烹饪的过程中，还不断的进行翻炒，只有这样才让鲨鱼肉受热更加均匀。煮好的鲨鱼肉质看起来层次分明，航拍下可以看到成千上万条鲨鱼在浅滩中竞游觅食，抢食的场景如同战争。因此，尼克也为自己找到了借口。这么多鲨鱼吃一条并不碍事。在这种苛刻条件下，
他们只好用叶子当碗，将煮好的鲨鱼肉放到叶子上，此时他们就可以大口吃肉。饿了一天了，吃啥都有味道。当傍晚来临时，岸边上的鲨鱼抢食的场景更加激烈。不过海边的晚霞确实迷人，在人类极少踏足的地方，鱼类资源确实不一般，航拍下看得更加清楚。捕鱼摸虾库里拉开启了一项高难度的钓鱼挑战，他要在悬崖边上的洞穴中吃喝拉撒睡上一整天，而且只靠着在海里钓上来的鱼货解决3餐吃饭问题。作为一名攀岩爱好者，并且还是钓鱼达人的库里拉，他能够轻松抵达任何人都抵达不了的高度进行钓鱼，在如此险峻的悬崖峭壁上度过1天1夜，除了要有足够的胆量，还要有攀岩和钓鱼的专业技术。库里拉在岩石缝隙中塞入3只快挂作为绳索的支撑点，只有专业可靠的攀岩装备才能确保在下降过程中万无一失。此刻，所有攀岩工具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背起一只装满了钓鱼和露营装备的巨大背包，便开始往悬崖深处下降。尽管岩壁处在90度的垂直状态，底下便是波涛汹涌的海水正在拍打着岩石，但是依然没能阻挡住库里拉下降的步伐。而洞穴就在距离海面10米高的位置。如果没有高超的技术和胆量，任谁都无法抵达如此险峻的高度，稍有差池就会有可能有去无回。不过，对于拥有30年捕鱼经验、35岁的库里拉来说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狭小的洞穴只够一个人在里面活动。为了能够在悬崖边上安全钓鱼，必须先在岩壁上安装快挂，用绳索将自己套牢。路亚鱼竿是今天的主要钓鱼工具，能不能吃得上海鲜，还是直接喝西北风就靠它了。而这些便是今天所使用到必不可少的装备。安全绳索也已经牢牢地套在了岩壁上，在确保装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，随即便往海里抛下了第一竿诱饵。蔚蓝的海水下隐藏着众多不为人所知的海鲜，可是经过几次抛竿之后，却依然还是一无所获，只好换上其他诱饵来尝试效果。果然换上另外一只诱饵之后，在汹涌的海浪下面，终于钓上来今天的第一条海鲜。有了好的开头，接下来就会有第2条和第3条陆续上钩。此时通过鱼竿的弯曲程度就可以判断出鱼货的大小。在如此险峻的悬崖峭壁上拉起一条体型巨大的海鲜并非易事，更何况洞穴距离海面还有5层楼高，需要消耗的体力非常巨大，一个不小心鱼竿就有可能掉到海底深处。经过多次人和鱼之间的不断来回拉扯，被鱼线给牢牢牵扯住的海鲜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。库里拉随即马上拿出一个4爪捕鱼神器套在鱼线上，随即顺着鱼线下放到海鲜所处的海面，在捕鱼神器的加持下，很快便把一条没有20斤也会有个10公斤的海鲜给拖了上来。这等体型足以让库里拉今晚拿它饱餐一顿。钓鱼除了能让人吃饱喝足外，还能使人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。就算是已经脱钩的海鲜，也并没有影响到库里拉的心情。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下午时分，吃鱼就是要吃新鲜的。库里拉拿起小刀便开始宰起鱼来。他不但是一名钓鱼高手，而且还是一名海鲜吃货。3下5除2便将海鲜给五马分尸。由于洞穴里面并没有任何可以生火的木材，他需要来回前往地面捡些柴火来准备今天的晚餐。捡来的木材虽然不多，但也足够做上2顿海鲜大餐。随后继续搭建起今晚睡觉的地方。一个简易的吊床就设置在悬崖边上，而用于拉着帐篷的2个快挂也是安装在石缝中。如果换作是你，还敢不敢在这里睡上一晚呢？为了测试吊床的安全性，库里拉先在自己身上挂了一条安全绳，随后爬上吊床进行测试。看样子只要晚上不刮风下雨，就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。当露营装备都设置好之后，库里拉在洞穴里已经没事可干，无聊到发慌的他便又开始钓起了鱼。只要使用合适的鱼饵，就一定能够钓起一条体型还算不错海鲜。但是库里拉看在已经捕捉了1条海鲜的情况下，还是决定大发慈悲将其放归大海。此时太阳已经开始下山，没有了太阳的加持，山洞也逐渐变得凉快起来。是时候开始生火做饭，解决今晚的吃饭问题了。通过无人机可以看到洞穴所处的位置，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过夜，要是突然来个狂风暴雨，能直接把人给浇带在海里。而且无风3尺浪是这一片海域的真实写照，可以看到海浪在不停地拍打着岩石，还泛起了滚滚白浪。利用滚烫的木炭直接起锅烧油，将雪白的鱼肉放入到油锅当中煎炸出鱼香味。当鱼肉煎好之后，再拿出一张从家里带来的烙饼放入到炭火当中进行炙烤，随后将自己制作的蔬菜沙拉放入其中，同时也要放入刚制作好的鱼肉，再挤入沙拉酱进行调味。此刻一个香脆鱼肉卷便已经制作完成，一边吃着海鲜美食，一边享受着悬崖边上的美丽风景，这样的美好生活实在是无与伦比。吃饱喝足之后，躺在吊床上又是另外一番景色。
在这里睡上一晚，绝对让人终身难忘。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库里拉本想在临走之前钓上来一条海鲜当早餐，只可惜几次抛竿都没有一条海鲜上钩，最后唯有收拾行囊打道回府。下山容易上山难，在把自己送上悬崖顶的同时，还要将几十斤重的装备拉上去，没有一定的攀岩功力，还真不好对付这种垂直90度的悬崖峭壁。但对于经验十足的库里拉来说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